这节课呢，我要给大家讲一讲求轨迹的几种方法。好，同学们看一下，直接法、定义法、交轨法、参数法和点差法。我以这一道题为例，我把这个几个方法都给大家讲出来。我们先读一下题啊。有圆 x 方加 y 方等于9，这是一个圆心在坐标原点半径等于3的圆。点 P 的坐标是5都12。点 P 的坐标是5都12，显然呢，勾股数向下做垂线啊，这条直角边的长是5，它是12，那么 OP 的长啊13、12、5是勾股数，所以 OP 的长是等于13的，半径呢它是等于3的。那么做的是割线，什么叫割线呢？就是做的这条直线和圆相交了，把圆切割成了2部分。我们就把和直线相交，我们就把和圆相交的这条直线就叫割线，因为它把圆分成了2部分。好，求弦 AB， 这是弦 AB 它的中点，我又读到了它的一个几何特征，就是中点，点 M 的轨迹方程。那么第一个方法就是直接法。直接法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上节课给大家讲的求谁设谁。你让我求点 M 的轨迹方程，我上来就设点 M 的坐标是 x 逗 y， 然后我只需要找等量关系就可以了。你看 AB 是弦，它是中点，那就怎么样了呢？连接圆心和中点一定是和这段弦是垂直的，所以呢，我直接应用，那就是设完点 M 的坐标，在 RT 三角形 OMP 当中，直接使用勾股定理 ，OM 的平方加上 MP 的平方等于斜边 OP 的平方。OM 的平方呢，点 O 的坐标是00，两点间距离就是 x 减0的方加上 y 减0的方，本来有根号，它带平方，根号就没有了。MP 呢，两点间的距离本来有根号，因为它有平方，那就是 x 减5的平方加上 y 减12的平方等于 OP 的平方就是13的平方。x 方加 y 方加上 x 方减去2510x 加上25加 y 方减去24y 加上12，144，13是169，减去169等于0。我整理一下啊，这是这还有一个 y 方 ，x 方有2个 ，y 方有2个，2x 方加上2y 方，这几项都没有了，减10x 减去24y， 它落下了，现在就剩下25、144和负的169，144加25正好是169，它们就都约掉了，然后就等于0。可以除以2，化简一下 ，x 方加 y 方减去5x 减去12y等于0。我们不用配方了啊，就放在这儿就可以了，因为圆它也有一般方程。而且它是不是圆呢？我们也不必去考证，反正你的坐标 x、y 就满足这个方程，那它就是点 M 的轨迹方程。好了，这个就是直接法，也就是求谁设谁啊，直接就根据它的这个相关条件，马上列出等式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是第一种方法。第二种方法，定义法。什么叫定义？定义说的就是圆的定义啊。那么圆的定义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啊。我经过点 P 可以做出无数条割线，
我在这儿再给大家再画一个图，这是点 P。我做一条割线，接的是 AB， 一连它是垂直的。我又做了一条割线啊，这个又是新的 AB， 又做它依然是垂直的。又做了一条直线，这个是 AB， 那么取它的终点，它依然是垂直的。无论我做怎样的割线啊，只要这是 A， 这是 B， 它是终点，一连它都是垂直的。它永远都保证点 O 和终点 M 啊，它的连线跟 AB 一定是垂直的，那就说明直径上的圆周角是90度。所以点 M 在哪儿呢？它一定在以 OP 为直径的圆上啊，它符合了圆上啊，直径上的圆周角就是圆儿。那么点 M 就在以 OP 为直径的圆上啊。上一个题我们还应该加一点啊，因为呢点 M 它一定是圆内的点。你看你最左边是到负3逗零，这个点的坐标是3逗0，它是3逗0，所以呢点 M 我们要确保它的 x 是在负3到3之间取直的，因为点 M 一定是在圆内嘛，横坐标一定是在这个范围里的，这个是务必要标的啊，不能疏忽。刚才我们就忘记了，现在把它补上。好，第二个定义法，以 OP 为直径，那么 OP 的终点显然就是什么呀？两个端点相加，2个端点相加，0/2加5，5/2，然后2/12加0，2/12是6，它就是圆心。OP 是直径，直径是13，那么半径显然就是2/13，所以我们根据定义，只有直径上的圆周角才能够做到永远都是90度。那么我立刻就写出来，方程是 x 减去5/2的平方加上 y 减6括号的平方等于1/469。然后把它展开整理，一定会得到这样的方程啊。展开整理的过程我就略去了，同学们可以自己做一下。依然是要标注 x 取的范围，取值的范围，它是圆内的点，横坐标一定是在负3和正3之间的，所以这也是方法2啊。我们快速的直径是以 OP 为直径啊，直径上的圆周角才能永远是90度，才能保证它们是互相垂直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再给大家说一说方法3。前2个方法做的这个我就擦掉了啊，不然的话有一点乱。好，看一看方法3。方法3呢，所谓的交轨法。交轨法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把点 M 看成是2条直线的交点，很显然的点 P 在圆外，那么你要跟圆相交，一定是斜率存在。如果斜率不存在，那么你看我这个圆的半径才是3，斜率不存在，它垂直于 x 轴，这条直线是 x等于5，它和这个圆啊不相干啊，和圆是相离的，所以呢，它的斜率一定是存在的。一支直线各线的斜率存在，一支隔线的斜率存在，设斜率为 k， 所以割线的方程典型是 y 减12等于 k 倍的 x 减5，我就把割线的方程写出来了。那么点 M 是由哪2条直线相交得来的呢？它是 OM 这条直线和这条割线，它们俩相交得到的点 M。
那么 OM 这条直线，由于它和歌线是垂直的，歌线的斜率是 k， 那么 OM 这条直线的斜率是它的负倒数，负的 k⁻1。经过原点的直线呢是正比例函数型，就是 y 等于 kx， 所以 OM 直线的方程为 y 等于它的斜率是负的 k⁻1， 负的 k⁻1x。点 M 它的坐标是 xy， 所以呢它是由两条直线相交得来的，我就把两条直线联立 y 减12等于 a 倍的 x 减5。y 等于负的 k⁻1倍的 x， 我消去 k 就可以了。有这个式子呢，我们就得到我把 y， 我换上面的式子也可以的啊，我动上边的式子。上边的这个式子，下边的是 y 等于负的 k⁻1倍的 x， 我不动。上边这个式子把 x 减5除过来 ，y 减12，因为 x 是不等于5的啊，除以 x 减5，它就等于 k。一取倒数 ，y 减12分之 x 减5，它就是 k⁻1。把 k⁻1的这个值带到这里边。所以我们得到 y 等于负的 k⁻1就是 y 减12分之 x 减5，然后再乘以 x。去分母 y 倍的 y 减12减去 x 减5乘以 x， 应该说等于负的，把它乘过来。等于负的 x 减5乘以 x， 把它移过来 x 倍的 x 减5加上 y 倍的 y 减12，右边就等于0x 方加 y 方减5x 减12y等于0。你看，我们也得到了这个点 M 的轨迹方程。所以这个方法就叫交轨法。我这个点呢，它是由哪两条直线相交得来的？我就把这两条直线都写出来，联立方程组，然后消掉参数 k。不要忘了 x 依然是大于-3小于3的，这是交轨法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方法是叫参数法。什么叫参数法呢？参数法点 P 的坐标我们知道，它的斜率一定是存在的。那么这条歌线的方程我们已经写完了。歌线的方程我们刚才写完了，它是 y 减12等于 k 倍的 x 减5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要设坐标点 A 的坐标我设成 x1、y1， 点 B 的坐标呢我设成 x2、y2， 就是参数法，我就要把它们的坐标都表达出来。点 A 的坐标，点 B 的坐标，点 M 的坐标依然是 xy。接下来呢，既然你这个歌线你和圆儿相交了，所以我就把歌线和圆儿的方程 x 方加 y 方等于9，你和它相交，那么我就把这两个方程联立。上面的这个式子可以把12移过去，然后联立完了，当然就是消圆，消谁方便就消谁，所以消 y 方便，所以得
x 方加上，看见 y 就换成谁呢？看见 y 我们就把它换成 k 倍的 x 减5，把它移过去，加上42括号的平方等于9，我们就得到这个式子。得到这个式子之后，当然要把它继续展开。x 方加上第一项的平方是 k 方倍的 x 减5的平方，加上它们俩乘积的2倍24k 倍的 x 减5，加上42的平方144，减去9等于0。然后继续展开 x 方加上 k 方 x 方，减去2510x， 减去10k 方 x， 加上25k 方，把它也展开，加上24kx， 减去1520。2510，120k， 加上144再减9，144减9 135，135等于0。然后这是 x 方的项 ，x 方的项，这是 x 的项，这是 x 的项。这些呢是常数项，所以我整理一下，变成1加 k 方倍的 x 方，它们俩呢是加上24k 减去10k 方倍的 x， 然后再加上25k 方减去120k， 加上135等于0。x 方等于1加上 k 方。上边呢我要提取一下公因式，我要提 2k 变成12减去5k。然后是加上1加 k 方分之25k 方减120k， 加上135，这是 x 方加，把每一项都除以1加 k 方，然后等于0。所以呢，我就得到 x1 加上 x2， 它等于一次项系数的相反数，它等于负的1加 k 方分之2k 倍的12减5k。好，我得到的是 x1， 韦达定理我得到的是 x1 加 x2， 它是负的1加 k 方分之1加 k 方分之2k 倍的12减5k。那么我为什么要联立韦达呢？因为 x 它跟 x1、x2 有关，它是中点。x 它是等于2分之 x1 加 x2 的。我韦达定理的目的就是我要求这个表达它的横坐标 x， 把这个式子带进来，2就和它约了，所以得到的结果是负的1加 k 方分之 k 倍的12减5k， 我就把点 M 的横坐标表示完了。可是我还要表示它的纵坐标啊，纵坐标怎么来表达呢？我只有 x1 加 x2， 我没有 y1 加 y2， 所以呢，我还要把 y1 加 y2 也找到。x1 y1 它是满足这个方程的， x2 y2 点 B 也在这条直线上，它也满足这个方程，所以 y1 减12等于 k 倍的 x1 减5，y2 减12它依然等于 k 倍的 x2 减5。
两个式子一相加，我们就得到 y1 加 y2 减去24等于 k 倍的括号 x1 加上 x2 减5减5是减10的。所以 y1 加 y2 它等于把它移过去24加上 k 倍的，我要把 x1 加 x2 的这个式子带进来，1加 k 方啊，前面有个负号，负的1加 k 方2k 倍的12减5k 减去10啊，减去10。等于24加上，这有个负号，所以我们是减去1加 k 方，把 k 乘到分子上，2k 方倍的12减5k， 然后再减10，和它合并到一块，24减10 14。接下来我继续整理成1加 k 方，它变成14倍的1加 k 方减去2k 方倍的12减5k 等于1加 k 方分之14加上14k 方减去24k 方加上10k 的立方，2为10k 的立方。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出现问题啊？y1 减12等于 k 倍的 x1 减5 y2 减12等于 k 倍的 x2， 它俩一相加，然后它俩一相加等于 k 倍的 x1 加 x2， 然后是负10，没有问题。y1 加 y2 等于24倍的 k， 然后是负的1加 k 方分之2k 倍的12减5k， 然后再减10，没有问题。然后是这个地方出现问题了，这个10是在括号里边的，所以下边的不对，我们要重新做一下。等于24，把 k 和它相乘，减去1加 k 方，它乘到分子上，2k 方倍的12减5k， 它俩一相乘是减10k， 把这两项结合到一块儿，24和10k 结合到一块儿，提出来一个2，变成12减5k 减去1加 k 方倍的2k 方12减5k， 通分1加 k 方2倍的12减5k， 它成了一个1加 k 方减去2k 方倍的12减5k， 它们俩是公因4，还有这个2，所以它等于1加 k 方2倍的12减5k 提出来，这项剩个1加 k 方，这一项呢2倍的12减5k 提出来减 k 方，正负 k 方约了就剩1，所以最终的结果我们好有耐心呐，1加 k 方分之2倍的12减5k 乘以1，所以就是它。那么 y 终点的坐标就等于2分之 y1 加 y2， 所以给它乘个2分之1，等于的是1加 k 方分之12减5k。现在呢，我就把 x 终点的终点 M 的它的坐标 x 和 y 我就都求出来了。
接下来怎么办呢？接下来它 x y 并没有在一个方程当中啊，所以我要把 k 消掉啊，把 k 消掉，得到 x y 的方程。我们观察到1加 k 方分之12减 5k， 哎，这一小部分是不是就是这个 y？ 所以呢，我把这个代数式换成 y， 于是我就得到 x 是等于负 ky 的。那么这个方程也不合格啊，因为它还含有参数 k， 所以我接下来还要怎么办呢？你看，我又回到这儿，因为y 减12是等于 k 倍的 x 减5，这都是同一条直线的斜率嘛，都是各线的斜率，所以 y 减12除以 x 减5，x 是不等于5的，它是等于 k 的。我把 k 的值带到这里来，于是我就得到 x 等于负的 x 减5分之 y 减12倍的 y 乘到分子上，去分母 x 倍的 x 减5加上 y 倍的 y 减12等于0，我又得到了 x 方加 y 方减5x 减12y 等于0，和我刚才前几种方法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。依然要标上你是圆内的点，横坐标是在负3和3之间的。所以当我算到这儿的时候，同学们，你有一种什么感觉？当你方法选择错了，你看看这个方法这道题的计算量有多大。所以当你方法选的不是最优的啊，不是最恰当的时候，你就会过程变得非常的冗长，过程一冗长，你就信心不足，而且存在潜在的丢分危险。所以当一道题有若干个方法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迅速的判断哪一个方法是最简洁的。好，当然我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参数法。我要表达直线，我设你的斜率为 k， 你的斜率是存在的。然后呢 ，k 就是一个参数啊，我把所有该表达的你和圆相交了，我就联立，我就消圆，我就得到 x1 加 x2了。目的就是为了要表达终点的坐标。表达终点的纵坐标的时候还不太顺利，所以呢，我又费了好大的劲儿找到 y1 加 y2， 好不容易把它的纵坐标也表达完了。可是我要求 m 的方程，你们分别等于，这不叫 xy 的方程。然后我又发现啊，把 y 带到这儿，可是还含有 k 怎么办呢？你不就是那个直线的斜率吗？我又把这个斜率用这个代数式一表达，然后带到这儿，到现在我才把方程求出来。那么这个方法显然是不太可取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给大家讲最后一种方法，就是点差法。点差法超级重要，将来我们还要继续学习，我们还要学习椭圆、双曲线和抛物线啊，整个这些东西叫圆锥曲线嘛。那么点差法我们经常要用，所以点差法。实际上点差法在圆的这部分用的还真的不是特别多，在学椭圆、双曲线、抛物线以后用的特别多。但是我们今天先接触一下，看看点差法是什么意思呢？点 P 的坐标这个是5斗12，点 A 它的坐标依然是 x1 y1， 点 B 的坐标依然是 x2 y2， 点 M 的坐标还是 x 斗 y， 求谁设谁嘛？求点 M 的轨迹方程，我就要设点 M 的坐标是 x 斗 y， 这对 x y 满足的方程，那就是点 M 的轨迹方程。所谓的点差法，就是我观察它的几何特征。点 A 可不是普通的点，你既没在圆内，你也没在圆外，你恰好在圆上，那你得表达出来呀。既然你是圆上的点，
那么点 A 的坐标就满足圆的方程，所以我就得到 x1 的平方加 y1 的平方等于9。同样道理，点 B 呢也是圆上的点，它也满足圆的方程 x2 的平方加上 y2 的平方等于9。那有什么用呢？点 M 是中点，中点的坐标不是跟2个端点的坐标有关吗？你不是这样的吗？好吧，它们都是二次的，于是我让2个二次的方程一相减 ，x1 方减 x2 方分解因4，就变成了 x1 加 x2 乘以 x1 减 x2 加上 y1 方减 y2 方也分解因式 y1 加 y2 乘以 y1 减 y2 等于0。那么我要求的不就是 xy 的方程吗？把2乘过来 x1 加 x2， 它不就是 2x 吗？ x1 减 x2 落下来，它不就是 2y 吗？然后 y1 减 y2 落下来，是吧？等于0。可是 x1 减 x2 y1 减 y2 怎么办呢？每一项都除以 x1 减 x2，2先约掉，所以它就剩 x 了，加上 y 倍的 y1 减 y2 除以 x1 减 x2， 整个这一项除，我就可以把它写在 y1 减 y2 的下边，反正我乘也是乘到分子上。可是我到这儿，我还是没有把它消除掉，我就要找 xy 的方程，我怎么把它消除掉呢？我一观察，我还有一个已知没用，点 P 的坐标没用。我这条直线上有4个点 ，y1 减 y2 比上 x1 减 x2， 分明是这条直线的斜率嘛。那么这条直线的斜率，我当然也可以用点 P 和点 M 来表示了。所以 x 加 y， 你就是斜率，你就是这条割线的斜率。我换一种表达方法，换成 y 减12，纵坐标之差除以横坐标之差 x 减5等于0，然后区分母 x 倍的 x 减5加上 y 倍的 y 减12等于0，往下一展开大家已经相当熟悉了。不要忘记了 x 的范围。好，这节课呢，我通过这1道题给大家讲了5种方法上次课呢，我还给大家讲了一个叫转移代入法。所以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你要不停地进行总结那么这些方法当中，显然是有最优的。因为我呢黑板是有限的，所以呢我每讲完一个方法我就把它擦掉了。同学们下课之后你要自己从头到尾回顾一遍，你想一想，对比一下哪个方法是最简单的。所以下次我们在考试的时候遇到相关的题，我一定要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法去做，节省时间，过程比较短，不容易出错。好，这节课呢我们就讲这么多。